已经没有把我当外国人来看待，他心里想的是一个优秀的女生，她的目标是帮助所有的女孩子变得更美，更热爱生活。This is me, I'm Tracy。Hi babe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我跟大家聊的是 Get Ready With Me. OK, 我们不是要聊 Get Ready With Me, 我们是要 Get Ready With Me, and then we're gonna be talking about.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你们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会被种族歧视吗 ？I'm gonna start getting ready. 我现在就一边化妆一边跟大家聊，要不然别想画完了。今天我刚刚已经擦了我的妆前乳是 For Sally 的独角兽，然后我现在用粉底，用的是这个 Estee Lauder Double Wear Maximum Coverage。这个是一个巨遮瑕的，所以用一点点就好。唉，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 question 真的是一个 loaded question，OK， 就是，哎呀，很难回答。有一个很长的答案，有一个很短的答案。我现在就说很短的答案 ，No， 并没有受到种族歧视。但是呢，这个 No 其中还带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我要跟大家讲，就说不是很简单的就说哦没有种族歧视这样。总体来说是 No。其实我觉得要谈歧视，英语里面叫 racism。我们先要理解 racism 是什么意思，然后它跟偏见 prejudice， 还有一个就是刻板印象 stereotype。我们要把这三个词分开，我特地去字典里查了一下啊。种族歧视，中文的百度里面解释的是因为一个人的种族和肤色而受到不平等待遇，这个是种族歧视的中文。我们再看看偏见，偏见的中文定义是对某一个或团体所持有一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消极否定态度。然后 stereotype 就是说对一个群体的刻板印象。我跟大家讲，种族歧视是一个很根深蒂固的问题，我自己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在现代社会，凡是受过一般教育的人，就是有一点教育程度的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太严重的种族歧视，但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偏见。种族偏见，我觉得无论你生活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你的背景文化怎么样，多多少少的都很难杜绝。当然，有没有圣人完全可以做到 color blind， 完全看不到颜色？我觉得是有的，但是很难。我用的现在是 Anastasia Beverly Hills 的修容盘。我们有的时候仔细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对某个种族或某个群体产生偏见，包括对某个种族的一些刻板印象，我们是都会有的。我在这里讲的，我不能代表所有的留学生，我也不能代表所有留学生所经历的什么。你问我美国有没有人很种族歧视 ？Of course， 哪个国家没有 ？Which country doesn't？ 种族歧视它一般是不分颜色的，就是不分肤色的。很多人认为啊，种族歧视哦，是不是就是白人歧视黑人，或者肤色浅的人歧视肤色深的人？其实并不是的。我觉得这个发生在 everywhere， 只要是跟你不一样，我们其实歧视的是 differences， 我们歧视的是区别。我现在用的这根眉笔是一个国产眉笔，超级无敌好用，叫 KC Color 卡其色彩，超好用的，超便宜。我刚刚去美国的时候，不像你们这些现在刚刚去美国的小孩，我刚一开始上私校，几乎没有什么中国人。那当时呢，我所感觉到的，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是歧视，但是我却觉得那个是一开始的偏见，是 ignorance， 是不了解。那我记得当时我在上学的时候，有人问我 ，Do people wear shoes in China？ 中国人穿不穿鞋呀？我当时觉得怎么问那么蠢的问题呢？但是他当时真的是不知道，大多数人是不会问这样的问题。那即便是问的话，我个人觉得他没有出于种族歧视的这个感觉来问，他完全就是真的不知道，他想了解。我觉得其实他如果能问你问题，想要了解你，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好事了，就证明他并不是说哦有一个中国人离他远一点，并不是他想我想了解了解你的国家，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很少嘛。我还记得有一件事儿，也可能会被一般人解释成歧视。其中有一个老挝同学，他家很有钱，是老挝什么贵族吧，还是柬埔寨之类的贵族。然后他呢，其实眼睛很小，很亚洲人那种眯眯眼。其实你知道，欧美人有的时候觉得那个眼睛很好看，他觉得很有特点，反而是亚洲人觉得不好看，经常希望把它整成大眼睛。其实无所谓了，我觉得美的这个东西就是很个人嘛，你觉得好看就去弄，不觉得好看留着也可以，就每个人的喜好不同。然后我记得当时呢，有一个同学就问他，就说 Do you see as well with your
slanty eyes， 他就是 slanty 嘛，他觉得是这样的眼睛。他说你那样的眼睛看得见吗？那很多人就觉得哇，这个问题 so racist 啊，好种族歧视这么严重，怎么可以问这种问题？但是当时是小孩子嘛，那很小，11、12岁的时候，他真的是半开玩笑半习惯去说的。虽然我觉得他这个问题问得很蠢，但是他是真的歧视吗？没有。这个孩子后来跟我变得特别好的朋友，就是我在过节的时候不回家的时候都去他家，他妈对我特别的好。第一次去他家，我记得很清楚，他姑姑他们都是很美国那种白人，就是不是很了解外面的社会。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感恩节的时候去他吃饭，他妈摆好了桌子，然后就过来特别恭恭敬敬的跟我说：“你是坐下吃吗？你有需要做一些什么其他的宗教啊，或者那些祷告，你做什么事情吗？需要我帮你吗？”就他问你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哦他歧视你，觉得不一样，他真的是就想把你照顾好，他怕你会不舒服在他家，因为他们是基督教，他们会祷告。他说哦 ，like 你不需要说这个 prayer， 你不需要跟我们一起祷告什么的，就相当客气。过去确实有一些人他是比较 ignorant， 他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个我也值得理解，因为你看我们的话，你要是去一个什么其他的国家，就你不太了解那个国家的文化，你可能也会问他一些问题，当然你可能会 choose more intelligently about what you ask。但是我当时没有这么认为，我觉得他妈是对我非常有礼貌，我就跟他说你不要着急啊，我说 I am just like any normal American, just gonna eat the way you guys eat. I'm super comfortable here. As long as I have good food, I'm happy. 我当时就是跟他这么说的。在学校里会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就感觉到这个是哦，他歧视我，他问我这种问题？但是你看歧视的定义，他其实说的是你因为自己的肤色而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我想问那些就是觉得是自己中国人受到歧视的人，你觉得你在就是老师提问或者升学方面或者找工作的地方，是不是会因为你是亚裔而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如果是的话，那个真的是要歧视。现在我觉得美国的那些升学政策，包括他这个少数族裔啊，什么像中国人进名校越来越难啊，这些我觉得其实是具有种族色彩。他就是认为亚裔的成绩特别好，然后所以呢就可能对我们的要求比较高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带有种族色彩，因为我一向是坚称自己喜欢 colorblind， 就是不要看颜色。在我的朋友圈子里，我没有见到过会因为一个人的肤色而不去喜欢一个人的。那如果说这个人做了一件什么事儿，让你觉得哦你对他很不满意，或者说他做的这件事儿又刚好符合了他种族这个人群的刻板印象，就是说 what this person did also fits in the stereotype of that racial group。 那这个时候这算不算歧视呢？我觉得也不算，因为对于你来讲你并没有在意他的肤色。那如果说雇佣关系，如果你因为这个人的肤色而不去雇佣这个人，那确实是歧视。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现象在美国社会其实是不合法的，我觉得基本已经杜绝了，甚至有很多公司还会 diversity program， 他们会多元化这个 program， 让更多不同种族的差异化的人来进入这个公司，让这个公司更加差异化。Kat Von D， 刚才用的高光是 Jeffree Star 的 Princess Cut。有一些人可能觉得特别多的中国学生啊，他在进入美国学校以后，他觉得自己受到歧视，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并没有整个融入校园的情绪。那美国学生也不会尽量的过来跟他打招呼，就是说想办法教他融入，或者也不会特别的就是说了解他，然后他就会觉得中国学生永远跟中国学生在一起，也没有进入美国的主流圈子，也没有其他种族的同学，就每天跟中国的学生在一起。那觉得我是不是受到了歧视？这时候我就想，其实这个歧视是双方的。如果你感觉自己被排斥在外的话，你可能这个时候要问自己 What did you do to fit in? What did you do to assimilate? You chose to go to America, okay? No one forced you. 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尽全力去融入这个国家的文化，至少这个是我的观点啊。如果你说我不要融入这个国家，我就想当中国人 ，Why bother？ 对吧？你还去干什么？在中国待着很好了，你为什么一定要到国外去呢？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就是你到国外去了，然后又不想交任何的朋友，不想了解他们文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错的事情。就像很多美国人来到中国，然后去吃麦当劳，我觉得 so stupid，right？ 你不是住在中国，如果你住在中国，你去吃西餐 ，that's fine。你在中国旅游几天，你每天吃麦当劳，why bother？ 你自己回美国，天天吃麦当劳，没有人管你，对吧？到一个新的文化，一个新的国家，你就要尽自己的全力去融入，去学习这个国家的文化。我觉得这样对你对人都会开心很多。我觉得我可以特别中国的东西，我也想学，就是学了以后我会觉得很自豪。你看所有的中国东西我都懂，我没有把我自己的 heritage 忘掉啊，这个我会非常的骄傲。美国的这些我也懂，就是说可以完全融入到美国人当中，我对这个也非常自豪啊，因为我在美国生活啊，因为有些同学在美国上学啊，你不想
想对他们的文化特别了解吗？而且有些人可能说我是language barrier， 我是语言障碍，可能觉得自己语言上面对跟美国同学沟通困难。我觉得不要紧啊，就是语言越不沟通就会越困难，越沟通就会越简单。而且千万不要纠结什么口音，我所见到的啊，笑话中国人讲中文有中文口音的，永远都是中国人自己。英语是母语的人，没有人会笑话你英语讲的不好，因为你不是母语，你当然讲不好。但是如果你能讲的特别好，那当然是 OK，you're really talented， 对吧？那你讲的不好，理所应当啊。但是你的这个 efforts， 你的努力再去讲，我觉得就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一件事情。只要你把自己迈出的第一步，愿意去了解美国同学，去参加美国 party， 不要周末待在家里只跟中国同学玩 poker， 不要这样做，因为你一旦迈出这第一步，你就会是非常值得人尊敬的。不管你英语说成什么声音，不管你觉得自己第一次去 party 觉得不知所措，每个人都会有那个过程。但是你放心，你去了以后，你去了解他们的文化，你去 assimilate， 去融入到当中，你得到的快乐，你得到的留学经验，会是比你完完全全就包在自己的小中国圈子里，简直要丰富太多。当然你说我就不愿意听你的人生是你的选择，我只是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我觉得真的要走出去，要 assimilate。你真正的 assimilate 以后，你就会觉得 what's racism？ 什么是种族歧视？我们都是人 ，it's people。可能人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惯。叫我说我选择婚姻的话，可能当时就觉得我一定会选择中国男生，因为在生活当中要接触的点太多，我如果还要跟一个外国人解释，可能会很累。但是我自己的朋友什么样的都有，我想了解他们 ，it's beautiful。什么文化的都有，而且你去了解多一个文化，你会觉得 Oh my God， 你的世界都不一样。My world is different because my friends are changing my view of the world。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一个难得的这么一件事儿。即便是有一些人问了我一些让我很无语的问题，但是我知道在他们了解我之后，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有很多的好的机会、好的工作、好的求学经历。我的老师，所有的人就更愿意给我，就是因为他们了解了我。涂一下啊 ，Jeffree Stars， 这个颜色叫 Rose Madder。当时去选纽约小姐的时候，她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中国人得过这个 title， 从来没有，52年了。我当时也不太相信他们会愿意把这个给我啊，这个 title 给我。但是后来我赢了以后，我就觉得 they did it， 他们就是 colorblind， 他们没有把我看成一个出生在中国的中国女孩来这儿选我们的纽约小姐。他们当时心里想的是，这个女孩对于其他女孩来讲，可以作为一个人生标榜的目标吗？她是不是对自己要求很高，有理想，有思想，然后又很追求美的生活，追求美，这些是他们看的。他们不管我的 color my skin， 他们根本不管我什么肤色，我蓝的绿的红的紫的，跟他们 doesn't matter。 What they see is me Tracy Chang as a person。 这个把我看作一个人，而不是我的肤色。我觉得那些裁判就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我是不可能的。给你和给别人一个机会，变成你自己想要变成的那种人。因为刚刚这个嘴有点干，我现在用的是这个YSL 原版15号。我今天呢，就一直以来以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要求自己 ：be colorblind， 不要看一个人的肤色。还有，在我的人生中，我很幸运的，之后又见过当时的纽约市长、纽约州长，他们每个人从来都没有说，Oh, you're Chinese, tell me about China。他们都说 We're so proud of you。他们已经没有把我当外国人来看待，也没有把我当成中国女孩子来看待。他心里想的是，这是一个优秀的女生，一个叫 Tracy Chang 的女生。Get to know the person as a person, never anything else。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共勉的话题。我这个妆也画好了，最后还要喷上2滴光喷雾。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要化妆吗？待会儿我的表妹来，我们俩要一起 invite her to shop in my closet。她今天会在我的橱窗里买衣服，是因为我的橱柜里有很多衣服不要了嘛，我就把她请过来，让她跟我一起来收拾收拾。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我的表妹 Carol 就来找我了，我会给你们录我们俩一起挑我衣服的那些视频，我可能有些鞋子也要给她，你们一起来跟我一起玩吧。哎，她可能快来了，我们下去看一看。今天我跟大家聊的是 Get Ready With Me， 我也会大家录视频，大家看看。